巧巧走进嘈杂的大院，台上的表演十分卖力，台下的观众大声喝彩。他看了会儿，便径直走向一旁的小屋。守在门口的男人们都尊称他一声大嫂。这一片是出租车公司老板兵哥的地盘，巧巧是个模特，两人好了挺长一段时间。屋里摆着几张麻将桌，巧巧坐在兵哥身边，拿过他的烟抽了起来。老孙和老贾来找兵哥评理，据说是老贾借了老孙的钱拒不承认，两人各执一词，争吵不休。老孙准备自认倒霉，那些钱就留给老贾买副好棺材。老贾从怀里掏出一把枪，让老孙不要怂，现在就打死自己。兵哥拦下老孙说不至于，接着吩咐小弟把关二爷请了过来，让老贾当着二爷的面说说到底有没有借钱，出来混的不能不姓关二爷。老贾当即低下了头，表示明天就把钱送过去。巧巧拿起桌上的枪，好奇地看了看。翌日，巧巧回村看望父亲。最近村里的红安煤矿不景气，拖欠了不少工人工资，这是村民们赖以为生的产业。矿长刘金明躲了起来，工人们怨声载道。巧巧的父亲也是受害者之一，常常借着酒劲在村里的广播站喊话刘金明。第二天，巧巧留下些钱回到市里，他和兵哥在人声鼎沸的舞池随着音乐摇头晃脑，正忘乎所以时，老贾那把枪从兵哥身上掉了出来。巧巧当下有些不高兴，很快便调整了情绪。这时，大同的另一个地头蛇二哥来到舞厅，兵哥对他十分客气。二哥带来了一对国标舞者，表示要多学新东西，向国际化看齐。兵哥示意服务员停掉重金属音乐，欣赏起了优雅的国标。支走身边的人，二哥和兵哥谈起了正事。最近他正在开发别墅，有人在这个当口整幺蛾子，说他的别墅闹鬼。兵哥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，表示一定帮他摆平这件事。不久后，二哥的死讯传来，据说是在停车场被几个小年轻捅了。大家都在猜测二哥到底得罪了谁。兵哥表示可能没什么深仇大恨，就是些小年轻逞能，结果失了手。二哥的葬礼上，兵哥还给他请来了那对国标舞者，在别人灵堂前跳舞，这一幕实在有些滑稽。有谣言说矿务局要搬到新疆，巧巧觉得没什么不好，他想和兵哥一起去新地方开始新生活。兵哥却没有成家的想法，大同马上就要开发改造，正是前景最好的时候。巧巧对这些摸不着边的事不感兴趣，他只想给老父亲买套房子，让他不用再住宿舍区。兵哥表示这是分分钟的事，随后甜言蜜语了一番。公安局最近正在严打非法枪支，巧巧担心兵哥身上那把枪惹出事，兵哥却认为人在江湖必须有东西壮胆，还教会了巧巧开枪。晚上，巧巧突发奇想要去呼和浩特吃烧麦，兵哥也由着他，200公里的距离说走就走。巧巧心里很开心，他不是真的想吃，就是想试探自己在兵哥心里的地位。得到答复后便说突然又不想吃了。这时，几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逼停了车子，他们来势汹汹，不知死活。兵哥和小弟李轩先后下了车，两人身手不差，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兵哥和李轩很快只剩挨打的份。车里的巧巧见状掏出枪下了车，他朝天放了2枪，混混们这才罢了手。兵哥和李轩逃过一劫。后来巧巧被逮捕，面对警察的轮番审问，他都坚称枪是自己从路上捡来的，最后因非法持有枪支被判入狱5年。服刑期间，兵哥从没来看过巧巧，他有了新的女友，离开大同躲到了凤姐。刑满释放后，巧巧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兵哥，打听了他的去向后坐船来到凤姐，途中身上的钱还被一个黑衣女人偷走。下船后，巧巧联系了当时被兵哥照拂的大学生林家栋，他们开起了一家商会。从前被叫一声大嫂的巧巧，如今反倒拘谨起来。林家栋似乎不愿透露兵哥的去向，他的妹妹林家燕表示兵哥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，那个女朋友就是自己，言外之意请他不要再纠缠。巧巧按下翻涌的心绪，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兵哥亲自来说。离开商会，巧巧在一对新人的婚宴上蹭了顿饭，给兵哥打去的电话都石沉大海。他来到码头，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偷走自己钱包的女人，几个男人正拉扯着他骂骂咧咧。巧巧上前赶走了男人，然后让女人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钱还回来。最后巧巧只拿到了身份证，她必须为自己的下一顿饭做打算。于是巧巧来到一个豪华酒楼，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她就坐在包间的入口观察着来往的食客。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夹着包打着电话路过，巧巧起身跟上，在男人进包厢前叫住了他，问对方认不认识自己。接着一句我是他姐姐，我妹妹流产了，更是将对方搞得一头雾水，莫名其妙推开他进了屋。看来这位老板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阿扎事。巧巧坐回自己桌前，很快又盯上了另一个食客，他拦住对方的去路，故技重施。没成想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还真的有事，他心虚的掏出一沓钱塞给巧巧，表示自己一定会负责。巧巧拿了钱来到凤杰的发电厂，据说兵哥最近在忙发电项目，路上下起了大雨，他和摩的司机站在桥下躲雨，对方上下打量着巧巧，提出了龌龊的要求。巧巧瞥了男人几眼，说这里不合适，让他去看看前面的空房子里有没有人。摩的司机兴高采烈地跑远，巧巧马上骑着对方的摩托扬长而去。他来到公安局找警察报案，说有人要强奸自己，还拿出了对方的车牌。警察看过巧巧的身份证后，问他为什么从山西大老远过来。巧巧说来找男朋友，还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。
让她通知男友来接自己。不得不说，巧巧是个冷静又聪慧的女人，唯一做错的事应该就是替兵哥坐牢。巧巧如愿见到了兵哥，她没有哭闹质问，而是问兵哥住在哪儿。兵哥表示没有固定住所，过几天要出差。巧巧说陪他一起，兵哥却说不方便，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不想和对方扯上关系。最后，兵哥带着巧巧来到一家旅店，两人坐在床边。巧巧问兵哥自己还是不是他女朋友，兵哥说自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郭斌，也不再是江湖中人。他反问巧巧千里迢迢到凤姐来是不是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巧巧心里有太多委屈，兵哥不是江湖里的人了，自己却成了跑江湖的。从大同不远万里来到凤姐，只是想要一个答案。出狱前一天，巧巧还在想兵哥会来为她接风洗尘，但是他没有。兵哥站在窗边抽了2口烟，他蹲了1年出来，没有一个兄弟来接，自己又身无分文。从前的马仔开着豪车耀武扬威，他得意时五湖四海的朋友聚在身边，失意时却都成了陌路人，不被落井下石已经是幸运。兵哥的遭遇正应了那句话，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散尽万贯财。巧巧想让兵哥和自己回去，对方却咽不下去这口气，他要重新起高楼，不出人头地绝不回去。兵哥支支吾吾说不出断绝关系的话，巧巧不是死缠烂打的人，他知道兵哥想说什么，分手的话索性就由他自己说。兵哥冒着大雨离开了宾馆，第二天巧巧也坐上了离开的火车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让自己太难看。也许江湖不在，但他永远是洒脱的江湖中人。火车上，巧巧对面的男人侃侃而谈，他要坐火车看遍祖国大好河山，目的地在新疆克拉玛依。男人自来熟的和几人打招呼，得知巧巧要转火车回山西，以为他是要去找工作。如今煤炭生意不景气，回去不是个好的选择，于是他提议巧巧跟自己一起去新疆。如今新疆正在开发旅游项目，现在正是好时机。男人还说自己正带着团队在新疆开发一个寻找 UFO 的旅游项目。他问巧巧知不知道 UFO， 巧巧说自己见过一次。男人当即邀请巧巧加入自己的团队。巧巧在大同举目无亲，男人的话让他十分心动。到武汉后，便和他一起转车前往遥远未知的新疆。火车上，男人说自己在克拉玛依其实只有一间小卖部，巧巧觉得没关系，也坦言自己是个刑满释放的人。夜里，男人靠着窗睡着，两人坦白局过后便再无交流。巧巧觉得自己或许太冲动，不该把未来放在一个陌生人身上，于是她犹豫再三，等列车停靠时偷下了火车。巧巧走在黑夜中，一个闪着光的飞碟从天幕划过，她眼前被照得发亮。巧巧第一次觉得天空这么近。时间一晃来到11年后，兵哥回到了山西，但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衣锦还乡，而是拖着残疾的身体回到了故乡。兵哥唯一能想到的只有巧巧，他拨通了对方的电话，巧巧接回了兵哥。这些年两人都没有成家，一路上看着眼前高楼林立的大同，他有些认不出这是哪儿。如今巧巧变成了江湖中人，他开了一间麻将馆，手下还有3、5小弟。兵哥向李轩询问以前那帮兄弟的近况，他们大都混得风生水起，也有被判了重刑住进监狱的。从大同一霸到如今的瘫痪在床，兵哥心里没有怨气是假的。厨子端来饭菜，被他一把扫落，说不懂规矩，应该先上主食后上菜。巧巧问他摔给谁看，不想吃就滚出去。兵哥挪动着不听使唤的身子就要下床，巧巧又气又心疼，拽着他坐了回去，问兵哥怎么搞成这样子。兵哥说酒喝太多，喝成了脑出血。得知兵哥回来，许多以前的兄弟登门拜访，但没有几个是真心来看望他的，大都是来看个笑话。从前欠钱不还请兵哥调解的老贾也在屋里，他拿起手机拍起了兵哥，奚落地说他坐上了专车。兵哥骂他嘴贱，老贾提出要赌一把，赢了就拿走兵哥的轮椅到大世界拍卖，大同一霸坐过的轮椅肯定能拍个好价钱。话里话外尽是揶揄，兵哥不出意外输了，老贾的嘴脸也变得不可一世。兵哥爬也要爬下轮椅，让老贾尽管拿去。几个兄弟急忙扶住兵哥，老贾还不甘心继续给他难看，巧巧站起身，面上笑着让老贾讲究些，下一秒手里的茶壶就砸到了老贾脑袋上，周围人纷纷噤声，有人嘟囔着巧巧不该动手，被他一记眼刀堵了回去。这场闹剧终于收场，巧巧推着兵哥外出，一朝失事人不如狗。兵哥之所以回来找巧巧，是因为知道只有他不会笑话自己。兵哥问巧巧恨不恨自己，巧巧沉默了片刻，说无情自然无恨，收留他是出于江湖上的情谊。此后巧巧带着兵哥去看医生，还陪他一起做康复训练。经历过这些，兵哥才知道最重要的是陪在他身边这个人。他握住巧巧的手，有意重归于好，巧巧却收回了手。他早已看透人情冷暖，这就是江湖。后来兵哥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了，他给巧巧留下1沓钱和2个简单的字，就算告别。巧巧靠在墙边，心里五味杂陈，17年的纠缠终于到了尽头。